我们今天要讲的最佳化的方法呢，叫 Downhill Simplex Search。那这个方法呢，是由两个人所共同发明的。这两个人的姓分别叫 Nailder， 一个叫 Meat， 所以又叫 NM 的 method，Nailder and Meat。然后这是一个 heuristic search。所谓 heuristic 意思就是说，好像这样做会比较好，但是也没有保证一定会比较好，这种都叫做 heuristic。那它的目标呢是要找出来，假设有一个函数呢，它是有一个多变数的函数。如果单变数的函数，你就画出来就是一条曲线嘛。那如果两个变数呢，就是一条曲面。那多变数呢，可能是有5个 input、10个 input， 所以你比较难想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的重点呢，是不是能找到这个函数的 minimizing point， 就是找出一个点出来，使得这个函数的值为最小。那它这个方法呢，是在1965年由这两位学者所提出来。1965年，你想好像蛮久的哦。不过它的概念实际上蛮简单的哦。如果当初，等一下我把这个概念跟各位同学讲一遍哦，你就可以甚至把它加一点东西，让它变得更复杂或是更好用哦。那这个方法呢，又叫做这个 amoeba 变形虫的方法哦，好像一个变形虫在一个平面上爬来爬去，或者叫 Nailder Meat method 哦，根据他们的姓名。那它的概念呢，就是我们要找出一个 simplex 哦。什么叫 simplex 呢？我这边先说明什么叫 simplex 呢？这个是我们今天 quiz 要考的哦。我就问你说 simplex 在 1D、2D、3D 分别是什么东西？哦，那我这边把它很快画出来哦。如果是 1D 的话，一个 interval。比如说 1D 就是比如说一条竖线嘛，你从这里到这里，这样就形成一个 simplex。所以或者是你从这里看哦，如果说你的 objective function 有 n 个 input， 或者在 n dimensional 里面，那我的 simplex 呢就会产生 n 加1个点。所以在这里 one dimensional， 所以 simplex 就是有2个点而已，从这里到这里这一段区间哦，这是 1D 的情况。那 2D 呢是什么样子呢？2D 就是有2个 dimension， 所以你要有3个点，3个点很简单，你就形成一个三角形。你画这一个三角形给我，这就是一个 simplex。那 3D 呢 ？3D 就比较难画了。3D 就是一个四面体。四面体你怎么画呢？还是可以画，就是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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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别忘了后面要加虚线。看得出来吗？这是一个四面体，总共有4个面在上面。那四面体呢，在 3D 里面刚好也有4个点，所以这也是一个 simplex。所以今天考了一个图，就请你把这个 1D、2D、3D 的 simplex 把它画出来。那分别在 1D 里面有2个点，在 2D 里面有3个点，在 3D 里面就有4个点。那你可以推广下去。在 4D 就有5个点，在 5D 就有6个点，这就叫做一个 simplex。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用一个 simplex of n 加1个 points， 然后去探索这个我的目标函数。那目标函数可能会爬高，可能会降低啊，那你就利用它在这simplex 上面几个顶点，知道说这个 simplex 要往哪边翻。那当然希望它是翻往下波的方向，一路往下翻滚下去。那你要让它能够翻滚到下面哦。假设你从一个高的点翻到下面以后，但是这样还不够，你已经把那个最低点罩住了，你要慢慢缩小，慢慢缩小，然后把它抓得越来越紧密哦。所以它有几个 operation， 一个叫 reflection、expansion、contraction、shrink。待会我们会来说明这几个 operation 分别在做什么事情。好，我们来看看这。先讲一个基本的概念，一些简单的说明。一个是 reflection。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三角板，现在好像很少人在用三角板哦。以前制图的时候有一个三角板，直角三角形30、60、90度的三角板。助教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三角形的板子？或是帮我剪一张纸，让它有3个角哦，这样可能比较好说明。假设在我们现在都是用 2D 的情况下，2个 input， 那就是一个曲面。那在一个曲面上面呢，这个 simplex 如何滚下来？
我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呢，说假设这有3点在上面，哦，已经就是在 XY 坐标上面，然后对应到它有一个高度，哦，那我可以假设说我要走到最低点嘛，哦，比如说我假设这一点的高度是5，这一点高度是8，这一点高度是12，你就知道说，哎，12不好，最高太高了嘛，哦，那你想象12如果往8和5的方向往这边走，应该是低的方向啊，因为这边高，那边低，所以呢，我就做一个 reflection， 直接把它翻过去，翻在这里。那期望我翻过去那个点算出来值会是一个比较低的值，所以这叫 reflection。但是到底是不是翻过去会不会真的比较低呢？事实上你不知道啊，对不对？那如果不是最低要怎么样？我们待会还会再说明。那如果翻过去，你发觉哎很棒，一次翻过去，我刚刚讲这是5，这是6，这是12，哦，不知道有没有一样？哦，不知道类似。然后一翻过去之后，发觉哎这边只有3，哇，你不是说哇从这翻过去翻得很好，哦，有没有原先是这样翻的？翻得太好了，一下就掉到很低。对，谢谢。那这时候呢，我们再 expand， 再把它拉长一下，我再往下面走，哦，走的距离跟前面这段距离一样，再往下面走，然后这个叫 expansion， 再把它往前拉，哦，那往前拉呢，可能也是一样，会走到好的，会走到不好的。如果今天走到好的，譬如走到变成1，你就知道，哦，这个很好，我就把它保留下来。那新的 simplex 就是由这3点所组成。那如果翻过去不好怎么办？譬如说翻过去，哎，这边变成9。那我就说好，那我就不要，我就回到原来这一点。哦，所以你 reflection 之后可以 expand 的往前走。如果 expand 发觉不好，你再拉回来。哦，这 expand 的动作就是说我要跨大步一点，搞不好这一步就走到更低的地方。那还有一种情况下呢，是你 expand 的出去，比如说你 expand 到这里，你发觉这点并不好。我这点可能比原来的这3点值都还要高，那这个怎么办呢？因为这边是我刚刚讲是5、6、12嘛，所以这边5和6是比较低的方向，所以我一旦走到这里，譬如说这边变成15，你就发现哎不太对啊，这样太高了，那我就往回推，再来试看这一点，哦，就是往这里走不好，我就往这里走，然后我就回到这一点来，那这个叫做 contraction， 就把它拉回来。所以你说我在决定这些到底要拉回来还是往前走，都是非常 heuristic， 都是根据说我在走的这个平面是一个连续的平面啊，一边高两边低，那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一定会最好。他说走过去反而变高了，我就再拉回来，中间有一个一定会有掉下去的地方。那另外一种情况是说我怎么走都不对，走过去走过来通通不好，那我就是比如说这5、6、12。我就好吧，那我就把它整个三角形把它缩小，一缩小，原先三角形是这个样，我把它缩变成这个三角形。那缩小以后 ，suppose 这2点应该也要变低、变小一点，因为都是往小的方向在走，所以就变出一个比较小的三角形。那尤其如果刚好跨在你的最小值上面的话，你希望这三个点一直缩，最后缩到非常接近你的最小值，那就需要用 shrink。这个缩小这一部分，来让它逼近于最小值。好，简单的概念大概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我今天讲到这里就停了，剩下让你们自己设计，你们大概可以设计出一个东西出来哦，就是让它一直缩、一直变、跑来跑去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在 DSS Downhill Simplex Search 常用的参数哦。抱歉，我这边好像有些东西改到一半没有改完哦。这应该是 alpha， RKES 没关系，我们就用 RKES 啊。第一个 R 是它的 reflection 的长度，我这边本来要改成 beta， 改成 alpha， 改到一半没关系，你就是写 R 也可以哦。那首先呢，你的做法呢是把，记得有 n 个点哦，抱歉有 n 加1个点在 n dimensional 哦。那你可以想象说。我们这边画图呢，就好像一个三角形，就只有3个点在上面。那3个点呢，你可以把它排序呢由最小排到最大。那假设这边是 F1，假设这样好了 ，F1、F2、
F3， 哦，就是这代表它的高度哦，在这个平面上，你的目标函数上面的高度。好，然后把它稍微排序完以后，我发觉 F3是最大的，这是最大。那最大，那我就开始要往低的方向翻转了嘛。那所以我计算一个 xm， 这个 xm 就表示，抱歉，我这边写的是值哦。如果说要写就写它的坐标的话，这边应该是 x1、x2， 或者说应该这样写 ，f3等于 f of x3， 那 f1 呢等于 f of x1。F2 呢就等于 f of x2， 好，所以 x1、x2、x3 是坐标，然后 f1、f2、f3 是它的高度，好，那所以我要从这一点呢是 x3， 我要往下翻的话，第一件事情呢，我算其他点的中心值，哦，所以在这里 xm 等于 sum of xi， 那这 xi 呢是 the average of all the points except the worst。The worst 就是这个是最高点，这个最大值是最差的，所以等于说你就是算这两点的平均，就是它中心点就在这里，这个就是我的 xm， 在这里。那 xm 算出来以后呢，我就直接找出一个 reflection point，xr 等于 xm 加上 r 乘上 xm 减掉 x3， 哦，在这里 n 是等于2，所以呢。这个向量就是这个向量哦，抱歉，刚好都是红的，看不太出来。就是这个要怎么画？就是好，我画旁边好，就是从这一点开始往这边的一个向量。好，那你把它乘上1，再加上 xm， 好，所以就得到这整个向量从这里走到这里的向量。那什么时候你要跳过来呢？那你就看，如果说你算出来的 f of r 在这一点叫 xr， 那 f of r 呢就是这一点的高度。如果是比这两个介于这两个中间，那我就翻转过去。哦，有没有？如果 f1 小于 fr 小于 fn， 哦，介于这两个中间，表示我有变小啦，我就把它翻过去。那这时候呢，我就 terminate 把它停住了，哦，就继续走到下一个 iteration， 哦。然后如果呢，它真的很小，哦，你现在看到只是说它小，那介于这两个中间，哦。那如果它真的很小，如果说走到这里来，哦，你发觉我这个比 f1 还要小，我刚刚讲的是 f1、f2、f3。那假设 f1 是最小的，假设你翻过去之后发觉，哇，我比 f1 还小，表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我就把它延伸2倍，这时候这个干嘛就变成2。哦，抱歉，干嘛还是1，因为 xr 在这里，这个颜色弄得不好，这边是 xr， 那 xr 减掉 xm， 再把它加上 xm。我抱歉，我看一下我之前参数，expansion 是2哦，所以1要等于2。抱歉，这就是我的1等于2，表示说我原先是只走到这里，这下我就再往下走到这里，看会不会更好。那时候走下去真的更好，我就取那个点，就是我的新的 simplex， 就是这一点和这一点。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回到 xr， 回到这一点。所以你会发觉它反正就是一直在试，说到底要怎么走才会走到最好的方向。但是有时候你走过去，它反而爬高了，那这时候你就发觉，这不是我要的。那爬高了可能是跨太大步，那这时候又分2个情况，一种是 contraction， 一种是 outside contraction， 一种是 inside contraction。如果你走过去，发觉 fr 大于 fn， 哦，就是一样我刚刚画的这三个三角形，这里，这就是 f3、f1、
f2， 在这种情况下 n 是等于2。那假设你这样一 reflection 走过来之后，走到这里来，好，这边是 f of r。如果 fr 比 fn 还要大，哦，记住这两个是比较小的，哦，所以它比 f2 还要大。那这时候呢，我就开始要做 contraction， 但 contraction 又分两部分，一个是 contraction 只缩一点点，一个要缩到内部，哦，所以一种呢是缩到这里来，这是新的点；另外一种是缩到内部，缩到里面来，也可能会缩到这里来，哦。那如果说你新的 fr 这个点呢，是介于 fn 和 fn 加1中间，哦，介于你新找出来这一点呢，是介于 f2 和 f3 中间。那我做 contraction 呢，就 contract 到这里而已，这叫 outside contraction。那你如果翻过去呢，这个 fr 呢比 fn 加1还要大，就是这一点比这一点还要大，那就是翻太多了嘛，太高了，所以我就做一个 inside contraction， 所以会 contract 到这一点。哦，所以 depends on fr 的高度。你有时候会缩回来少一点，有时候会缩很多。那如果很高，你就缩多一点；如果不是很高，你就缩低一点。所以这些都是 heuristic， 就期望说在这个伸缩的过程中呢，你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方式，让这个三角形呢一直追到你的最小点。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如果说前面这些东西呢全部都废了掉，哦，全部都不 work， 你是怎么调来调去呢，都还是不满足前面的条件。最后一招呢就是 shrink， 把它缩进来，把它整个三角形一路缩小。那怎么缩小呢？也是一样，这是 f1，比如说这是 f1 在这里 ，f2。F3 是最大值在这里，然后你就往 F1 是最小值，就往最小值的方向，有没有？原先三角形在这里，边界在这里，把它缩成这样一个三角形，在这里。那这种情况就是你已经罩住了那个最小值，但是呢，你再怎么调呢，都没办法让它的值更小，那你就开始往下缩，往下缩，希望把那个最小值把它罩住。那当然，我这边讲的比较快一点。你如果要好好去 check 一下，你就是慢慢检查每一步中间有没有这些逻辑，有没有合不合理，然后是不是每一个情况都会把它包含到。那我们来看，所以这个当 here simplex search 呢，它的动作呢就有这几种哦。第一种，这是我的 simplex 在这里，然后这边呢我在做 reflection。就往最小的方向翻转，这边在做 expansion， 就是 reflection 之后发觉方向不错，再把它拉长 expansion。那这边呢 contraction， 就把它原先是拉到这里，但发觉不对，就把它收回来 contraction， 但是这是 outside。然后这个呢是 contraction， 但是在 inside。最后这一步是在做 shrink。所以希望这样动来动去，最后这三角形能够罩住你的最小值。然后我们来看几个范例。好，在这个范例里面呢，它实际上就是最小值就在这里，已经在中心点，已经罩住了。哦，那罩住了，圆形三角形是长这个样子，有没有？这3点，那它可能要翻到这里来，往这边翻的时候，发觉变大了，不行，那往回缩，一缩回来，所以新的三角形在这里，在这个三角形，就是蓝色这个三角形。然后第二次再做 contraction 变成这个紫红色三角形，然后再做 contraction 变成这3点，然后这3点再做 contraction 变成这3点，然后再做 contraction 变成这3点。哦，你就发觉它会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目标呢就是把你的最小值那一点把你罩住。那这个刚好是它已经罩住了，所以会一直缩小。那另外一种情况呢是，我这边画的是等高线。哦，等高线你大概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发生什么事情。哦，原来的 simplex 在这里，这是一个 simplex， 然后你就做 reflection， 有没有？这边最高
这2点最低。我记得在等高线上面，它的高度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点是最高，所以这边是 F3 最高点，然后就往下翻转，所以新的三角形在这里。那接着要从这边最高，这边是新的 F3 最高点，所以要往这里翻转。那翻转发觉，哎，它实际上可以走得更远，所以就 expand 到这里来，所以新的三角形边在这里。那接着又从这里又翻过来到这里，然后这边又翻过来到这里，这是不但有翻，而且做 expansion。然后接着从这里再翻到这里来，这是新的三角形。那现在想从这里再翻到这里来，这是新的三角形在这里。那一旦三角形在这里，有没有这3点把它罩住了，已经包住了它的最小值？那它再过来就是一直在做 shrink 或者在做 contraction， 一直缩，一直内缩，缩到最后期望把那个最小值帮你包住。所以这就是我们基本上down here simplex search 在做的事情。并没有太困难吧？所以就是你就想象说，它一路翻滚下去，找到一个山谷，然后把它越来越缩小，把它罩住。好，那我们看看，如果在 MATLAB 下面呢，我相信在 Python 也可以找到相关的东西。这个麻烦助教帮忙再找一下 Python 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如果说在 MATLAB 里面呢，你要用什么函数做这个最佳化呢？如果你是 single variable， 你用的函数叫 fminbound； 或者是 multiple variable， 就是有2个或是2个以上的函数，你要 fminsearch。那 fminsearch 它就是利用 down here simplex search fminsearch 事实上就是实现 down here simplex search，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方法。那我们这边有一些范例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有这个程式进阶片，这边有一个函数的极小值，这边在说明说怎么样的函数找出它的最小值出来。那这边也有投影片跟之前的录音，那这录音是在另外一门课科学计算的录音各位可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但是因为这学期我没在开那门课所以也没有新的录音那如果你这一些呢，这2个函数呢都不满足你的需求，那你还是想对一个函数进行最小值，找出它的最小值呢？你可以试看看这个 MATLAB 里面有 optimization toolbox。那这 toolbox 是非常传统的最佳化的方法。就是说你要导函数，找出导函数之后呢，你要算，你可以做 gradient descent， 你可以做 Levenberg-McQuarrie， 你可以做 Gauss-Newton， 各式各样最佳化的方法都在里面。但是里面有很多数学，所以其实以前不管在电机系或资工系都有开一门课叫最佳化的课，但是好像现在开的人越来越少。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门这个如果各位有机会应该把它学起来那还有一个新的 toolbox 叫 Global Optimization Toolbox， 这个名称听起来很吓人听起来是 Global Optimization， 那其实反过来说，其实它根本做不到做不到意思就是说，任何函数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一定找到它的 Global Optima。我们通常讲 Optima 就是最大值或最小值都叫 Optima， 所以如果你要最大值，就是要找出一个函数的最大值，或找出一个函数的最小值，都叫做 optimization。那 global optimization 的意思，它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它的方法呢，只要跑得够久，它期望能找出它的全域的最佳值出来。但这个是有一点缘木求鱼。我永远可以找出一个函数，让你一下子找不出来它的 global 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因为有的函数千奇百怪，可以长得乱七八糟；有的函数甚至可以长出来，它拥有的极大值或者极小值有无穷多个。这种函数你就是都有可能会发生尤其数学家很容易造出来这样的函数。所以这个 global optimization 它的意思是说，它用一些不需要打函数的方法，然后用暴力法下去搜寻。包括我们今天讲的 down here simplex search， 还有各位可能以前也听过有所谓的 genetic algorithm 基因演算法。还有 simulated annealing 这叫模拟退活法，还有一个什么蚂蚁什么上诉法之类，抱歉不是蚂蚁上诉，是用大量的 data 丢进去叫 particle swarm algorithm， 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东西。那但是都会非常花时间，都要算很久。所以只是让各位知道说，传统的 optimization 各位有兴趣一定要会。那这个东西
这个 global optimization 它的概念都很简单，但是就计算上非常久，非常花时间。各位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类神经网络 ，DNN、CNN 都是用 gradient descent。gradient descent 就是第一个，它必须算它的导函数 gradient， 导函数出来之后，然后再继续往下做最佳化。那为什么不用这些 global optimization？ 用当些 simple search， 我不算导函数啊，那不是快很多吗？但是不对，不是快很多，因为你不算导函数，你不知道下降的方向是在哪里，你会一直试很多次。那假如说，比如说一个 neural network， 它的可变的参数，假设有10000个的话，你的那个 simplex 就是10000加1，你每一次就要 evaluate 10000加1这么多点，然后才能决定要下一步怎么走，那就一样整个都会慢下来。好，我们来看看当一些 simple search， 我简单说明，大概就到这里。我们看看今天会考的 quiz 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当一些 simple search 它的优点和它的缺点。它会请你讲出3个优点1个缺点，还是2个优点1个缺点，我已经不记得了。优点很简单，非常 intuitive， 非常直觉。你看说这简单嘛，我小学生也会啊，知道从高的地方爬到低的地方。第二个呢，非常 easy to implement。你要实做也非常简单。第3个不需要去算导函数，这是一个 plus， 因为不需要去算导函数，所以 implement 就非常简单。这2个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第4个呢，我根本不 care 它的 objective function 是不是连续的，因为反正我找出几点就一路往下滚。那当然了，我们希望基本上它是连续的，因为有连续你才知道说。这1点是高的，2点是低的，我要往2点的中间往下走，它必须有一个连续性，它才能够实现往下滚的目的。但是呢，它不需要在每一点通通连续，只要大概有一个方向性，它就可以往下滚了。好，最大的 weakness 就是慢，相当慢。如果碰到你的要最佳化的函数里面，它的 input 有，比如说上千个，就是跑到天昏地暗，跑不回来。那第2个缺点是可能被 trapped 到 local minima， 就是我知道全域最佳值在这里，但是我在这里就滚到一个山谷了，我就爬不出来，滚到那边去。那这个我虽然讲是缺点，但是所有的最佳化方法都有这个缺点，几乎除非你是一个 convex， 你的函数是一个 convex， 是一个单调的向下凹或者向上要凹的函数，否则都会有这个问题。不过还是一个缺点，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这边有一个 hint， 真的在用的时候呢，你可以一次跑好几个就是说从不同的 initial guess， 总有一个起始点再开始往下滚嘛，所以你先猜好几个点，就第一次跑这个点，第2次跑那个点，跑来跑去，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被陷入一个 local minima。那第2个呢，因为它很简单，所以你可以随时加上你自己想的方法。你刚刚讲的说要做 reflection 啊，要做expansion 啊，到底 expand 要多长，这些都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不需要限制在它原来的参数值里面，因为你知道你有这个概念以后，你就自己去调整，甚至如果碰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你可以加一些你自己的巧思，让它能够比如说 converge 更快一点。好，所以这边是有关于当一些 simplex 那这边一些 reference 你可以到 Wikipedia 我们现在讲的方法呢，有 contraction inside、contraction outside， 还是讲的稍微复杂一点。你到 Wikipedia 去看的时候，它只有 contraction inside， 就发觉爬太高就把它拉回来，变成在三角形里面。所以这个 Wikipedia 实际上讲的蛮清楚，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边有些 slide 呢，是从下面这2个里面抓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们讲的蛮不错，所以从里面拉出一些图出来。好，所以有关于当一些 simplex search，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